师尊，一定有办法的，一定有办法可以让您彻底恢复。楚风满脸担心，他可不希望牛鼻子老道出现三长两短。可是牛鼻子老道本领滔天，他有着目前的楚风难以企及的力量。若是牛鼻子老道都没有办法了的话，那么楚风又有什么办法呢？楚风虽然嘴上说一定还有办法，可是其实早已心乱如麻，乱了分寸。你先别急，办法的确还有，只是就要劳烦你跑一趟了。牛鼻子老道笑着说道。师尊，有何办法？楚风赶忙问道。为师为了让自己彻底恢复，一直在寻找能够与我肉身灵魂完美融合，且让我彻底恢复的东西。而为师我还真就找到了一物，那是一个天地奇物。此物有百变之天赋，且有治愈灵魂之功效。在其尚未成长之前，我便将我之力量融于他的体内，使得他变成了可与我融合的力量。眼下他应该已经快要成长完全，这个时候是我与他融合的最佳时机。若是待他彻底成长且苏醒过来，那一切就晚了。本来我应该直接过去，只是现在这副身躯需要休养一下，不宜赶路。况且龙氏表面客客气气，实则对我师徒二人也尽是防备。他们可能会放你走，但是不会放为师走，除非龙小小彻底融合了那龙脉之源的力量，否则为师是无法离开这龙氏的。因此倒是只能让你去将那天地奇物带回来，让为师与其融合了。牛鼻子老道说道。师尊，那物在何处？弟子这就动身。楚风说道。那物不在圣光天河，而是在九魂天河。九魂天河聚落星域，飞升上界内有着一片山脉，那天地奇物就藏在其中一座山脚下。牛鼻子老道说话间，费力地抬起手来，用手只是放出结界之力，勾勒出了一座山脉的地图。这座山脉只是看着地图，楚风就能看出它的奇异之处。不过牛鼻子老道最终却锁定在了一个不起眼的小山包上。随后牛鼻子老道阵法一收，那磅礴到遮蔽头顶的地图便立刻收缩，化作极小的一团，落入楚风手中。紧接着牛鼻子老道还自乾坤袋内取出两物，其中一物乃是一把结界钥匙，而另外一物则是较为复杂，刻写着复杂纹路以及强大阵法的麻袋。楚风啊，拿着这把结界钥匙，可破开我的结界，进入其中，再用这个袋子将天地奇物封好，然后再带回来。切记，若那天地奇物已然苏醒，便赶紧逃离，莫要出手。牛鼻子老道说道。师尊，若那天地奇物已然苏醒，便对您没用了吗？楚风问道。不是。牛鼻子老道摇了摇头，这才说道。这天地奇物虽有百变之天赋，乃治病之良药，可却也有着大恶之本性。我当年也是趁其尚且弱小，抹掉其灵智，才能将其控制，将我的力量灌输其中。可若他已大成，不仅灵智恢复，记忆也会恢复，大成的他力量将在我之上，我都不敢靠近，又何况是你？牛鼻子老道说道。也就是说，大成的他并非不能与师尊融合，而是因为其力量太强，所以无法控制。楚风问道。是。牛鼻子老道点了点头，但很快又提醒道。楚风，此物本性凶恶，若是大成，必然是祸乱苍生之邪物。按理来说，此等天地奇物，师尊发现之时，就当将其扼杀。是为师有了贪心，想让其为我所用，以我伤病，才将其留下。若他真的大成，你就逃得远远的，切记不可与他硬碰硬。至于为师伤病，也并非到了无药可以的地步，就算此物不拿回来，再另想他法便是。牛鼻子老道虽然这样说，可他那虚弱的样子，楚风真的担心他撑不了太久。最主要的是，若不是为了帮他压制麒麟蛋，牛鼻子老道就算此病复发，也不会复发的如此凶猛。在楚风看来，他师尊会变成这样，乃是因他所致，所以自责的同时，更多的便是心疼。尤其是他师尊已经这个样子，却还担心他的安全，楚风就更加惭愧和自责了。楚风已经下定决心，只要还有一线机会，他就一定要将那天地奇物收服且带回来。只是害怕牛鼻子老道担心，还是规矩的应下。师尊放心，弟子定会按照您的指示去做，不会乱来。之后，楚风便带着牛鼻子老道离开了这龙氏祖地。当龙氏之人看到牛鼻子老道这副模样，都是大为吃惊，表面一脸的关心。牛鼻子老道自然不会说是因为帮助楚风压制麒麟蛋，以及自己本身就有重病才会变成这样，而是说先前开启龙脉之源所致，这让龙氏族人极为惭愧。可哪怕牛鼻子老道已经这副模样，可当他提出离开龙氏回去养伤之时，龙氏族长却是极力挽留。楚风和牛鼻子老道都清楚，龙氏族长根本就不是真的担心牛鼻子老道，而是担心龙小小融合龙脉之源失败，想牛鼻子老道留下帮忙。无奈之下，楚风只得找借口去为牛鼻子老道找寻医治良药离开。对于楚风的离开，龙氏族长倒是没有阻拦，反而亲自相送。只是当楚风将要通过龙氏的传送阵离开之时，龙氏族长却是一脸凝重地提醒道：楚风小友，小小之事千万保密，若是此事传出，尤其落入圣光一族耳中，莫说小小性命不保，我龙氏也都要遭殃。龙氏族长此话并无威胁之意，可楚风却知道此事的确关系重大。如今的龙小小虽成为龙氏希望，但若此事传出，便会成为圣光一族的眼中钉，是威胁圣光一族地位的隐患。此事莫说龙氏族长提醒，就算他不提醒，楚风也绝对不会外传。族长大人放心，晚辈心里有分寸，此事必然半个字都不会说出去。楚风说完此话，便直接踏入了龙氏族内的传送阵之中。只不过别看龙氏的传送阵颇为利奥德，但可传送之地却也都是圣光天河境内。楚风若想前往九魂天河，还要前往一地，在那里有着一座特殊的传送阵法，一座少有人知却可以直接通往九魂天河的远古传送阵。这座远古传送阵建在一座古城之中，当年这座古城可是相当热闹，可如今
却已不见任何人的踪迹，成为了一座荒废的古城。当年兴盛是因为古城内的传送阵，如今荒废也是因为古城的传送阵。古城的传送阵在多年前突然失效，靠着传送阵生存的人们便都纷纷离开了此地。当然，他们离开此地，除了远古传送阵是主因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可实际上，这座远古传送阵之所以会失效，乃是有人做了手脚。就连这古城内的人彻底离去，也都是有人做了手脚。这做了手脚的人，便是牛鼻子老道，其目的就是想让这里的人对这座远古传送阵彻底失去希望。因为这座远古传送阵有传送到九魂天河的力量，但传送阵的力量是有限的，若是运用这座传送阵的人多，就会分散传送阵的力量。这就是牛鼻子老道动手脚的原因。牛鼻子老道动过手脚的传送阵，除非是牛鼻子老道同一个级别的界灵师来修复，否则是没人可以运转的。但是楚风有牛鼻子老道教给他的运转方式，所以很顺利的就通过这座远古传送阵，开始了前往九魂天河的旅程。本以为跨越2道天河，这时间会非常漫长，可令楚风没有想到的是，只是短短10几日的时间，楚风就进入了九魂天河的领域之中。当楚风从结界门内走出的时候，他知道他所踏上的土地便不再属于圣光一族所统治，而是由九魂圣族所统治的九魂天河。只是楚风还来不及欣赏这九魂天河的美景，就被周围的一幕所惊住。这里是位于九魂天河飞升上界内的一座远古传送阵，可眼下这座传送阵的周围却是一点生机都没有。但这里并非是荒无人烟之地，相反，这里原本极为热闹。这从那边不楚风视线之内的尸体就看得出来，只是这些人全部死去了，他们个个衣衫完整，可尸体却干瘪异常，如干尸一般。他们不仅身体发青，在发青的肌肤之上还有诡异的黑色纹路，一个个的皆是张着大嘴，眼球上翻，死相颇为恐怖。可楚风什么场面没有见过？更惨烈、死亡人数更多的场面，楚风也曾见过。之所以会让楚风如此惊讶，乃是因为眼前这些人的死相，楚风他曾见过。当初楚风刚刚回到大千上界，刚刚回到楚世天族的时候，大千上界内出现了一个魔物，魔物滥杀无辜，那些被杀之人的死状与这些人一模一样。而楚风当时跟随刑罚堂的成员，更是曾亲眼见到过那个魔物。那个魔物乃是一个绝美的小女孩。最让楚风印象深刻的是，那个小女孩对楚风还有着一种说不清的依赖感，甚至当时若不是那小女孩因为楚风而没有开杀戒，那么楚世天族刑罚堂的人就都要死。本来以为那魔物会让大千上界不再安宁，可谁曾想自那之后，那魔物就忽然从大千上界消失了。但眼下这些人的死状与当初楚风见到那魔物屠戮的景象几乎一样，这让楚风实在无法做到不去联想到那个魔物。难道说那个魔物并未消失，而是来到了此地？楚风有了这种猜测后，便想再仔细打量一下，可忽然之间，一股强大的威压从天而降，直接将楚风压迫得趴在地上动弹不得。这一刻，楚风不仅感受到了一股远超于自己的力量从身后将自己压迫在地，楚风甚至还感受到了生命威胁。魔物，总算抓到你了。紧接着，楚风能够听到几名女子的声音同时响起，与此同时，更是能够感受到几道身影飘落而下。很快，楚风被抓了起来。此时，楚风能够注意到，在自己的周围站着几名女子，这几名女子皆是一袭白衣在身，不仅脸庞美貌，更是气质脱俗，宛如仙女一般。只是眼下，这几名仙女却是凶神恶煞，不仅恶狠狠地盯着自己，更是有手中的银色长剑将楚风围住。不过，楚风注意到，如这样的仙女，并不止周围这几个，在虚空之上，更是有着足足数十位，其中那束缚住她的威压，正是来自于虚空之上的一位。只不过那位看上去竟比在场的其他仙女更加年轻，且更加美貌，就连气质也非其他女子可比。明明天上地下的女子都可以用绝色美人来形容，可那位释放出威压的女子，却还是让楚风感受到了倾国倾城。这样的美女，就连楚风也是很少遇见。楚风见过不少美女，如可爱的苏美、性感的苏柔、倾国倾城的紫菱，自然还有可爱与性感完美结合、近乎完美的女王大人。但眼前这位立于虚空，以威压束缚楚风的女子，却也有着她独特气质的美。气质分很多种，有高贵，有霸道，也有高高在上的冰冷。而这位女子的气质，属于不食人间烟火那一种清新脱俗的感觉。清纯，楚风还从未见过如此清纯的女子。她那清澈的眼眸，洁白如玉的肌肤，她的清纯就像是一块纯洁无瑕的美玉，未经过一寸后期雕琢，天然形成的美玉。如果世间真的有不染凡尘的仙子，那一定就是她了。当然，她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她是什么性格，楚风并不知晓。楚风所看到的只是她的容颜，是容颜带给楚风的感觉。至于她本人究竟是如容貌一般干净透彻，还是阴险狡诈，这就不得而知了。可至少眼下这名女子看待楚风的目光，让楚风觉得很舒服。她的目光并不像其他女子那样苦大仇深，甚至杀机毕露，但她的目光也并不温柔。毕竟是她用威压压制了楚风，可她的目光却很平静，没有敌意，也没有善意。因此，哪怕她用威压压制了楚风，楚风对她竟也很难有敌意。当然，这也可能是和她那清纯的外表有关。这样一个看起来人畜无害、清纯如水的女子，有多少人能对她产生敌意呢？这可能就是美女的优势吧。魔物，你看什么？一声怒喝将楚风惊醒，那怒斥是来自于那名女子身旁的人。原来是楚风打量女子太过入神，这才引起了那女子身旁之人的动怒。魔物，我知道了，你们是觉得这些人的死与我有关，你们误会了，我根本就不是魔物。楚风解释道：“公子不必辩解，你是不是魔物，我自会测量。”那名清纯女子开口了，说话间
自袖口之中漂浮出一面铜镜，铜镜并无光泽，可在其催动下，却射出一道光芒。那光芒落在楚风身上，楚风竟身体温热，有些舒服。而在此期间，那些女子的目光也是有了变化，尤其是将手中银色长剑对准自己的女子，更是纷纷收回了长剑。楚风能够感觉到那束缚自己的威压也从自己的身上消失。公子得罪了，听闻魔物可以化人，刚刚第一时间便觉得公子可能是魔物，害怕出手留有余地会被魔物逃脱，这才伤了公子，还请公子理解。那名清纯女子显然已通过手中铜镜发现楚风并非魔物，所以便开口致歉：师妹，何必与他这种人解释那么多？可谁曾想，清纯女子身旁的女子却并无歉意，反而还是在用一种警戒的目光看着楚风，那种眼神就好像楚风是一个色狼一般。公子，这个就当做对你的补偿。然而那清纯女子却并未理会周围女子的话语，竟取出一个乾坤袋飘向了楚风。没事，不必如此，既然是误会，那我就告辞了。楚风没有接受那乾坤袋，而是纵身而起，直接离开了此地。楚风这样一走，反倒是令那些不喜楚风的女子们步入意外之色。这个人怎么有些不正常？其他人遇到咱们的小师妹，巴不得多与小师妹多说几句话，他倒好竟直接离开了。装的吧，明明刚刚他看小师妹的目光都发直了，那这个人还真会装。不过他可别以为这样就能让我们小师妹对他刮目相看，我们的小师妹可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尤其多男子更是视若无物。那些女子们议论起来，随后更是将目光投向了那名清纯女子。此时清纯女子竟已飞落而下，开始查看那些死去之人。对于楚风的直接离开，他连看都没有多看一眼，就好像真的并不在意。至于楚风，其实很好奇关于那魔物的事情。正常来说，既然误会解除，楚风也应当向他们询问一下关于那魔物的事情。楚风却很清楚，他来此地的目的，他是为了拿到那天地奇物，去解救自己的师尊牛鼻子老道。如今人命关天，楚风必须抓紧时间，所以一切都要以先拿到那天地奇物为主。只是当楚风来到那孕育天地奇物山脉的时候，楚风却是暗叫不好。那座山脉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大片山脉都被夷为平地，而这片山脉内的所有生灵更是几乎全部丧生，没有了一丝生气。虽说山脉被夷为平地，可楚风按照牛鼻子老道给予他的地图，还是找到了那天地奇物原本该在的位置，只是那里也早已被破坏。最重要的是，楚风能够感觉到这一切的破坏并非从外至内，而是从内至外。那力量的起源点正是孕育天地奇物的地方，也就是说，不是有外人发现了天地奇物，恰恰相反，是那天地奇物破坏了一切。来晚了吗？楚风眉头紧锁。来的时候，楚风预想过各种不利的状况，而眼前的状况却是最不利的一种。楚风内心复杂，受到了较大冲击，这可是救牛鼻子老道的希望。可眼前的情况对楚风来说简直近乎绝望。楚风并未迟疑太久，也并未沉浸于绝望之中，正因这是救牛鼻子老道的希望，楚风便绝对不会轻易放弃。楚风做了一个决定，哪怕那个天地奇物大成，将成为可怕的魔物，但楚风也要试上一试。于是楚风并未急着离开，而是留在那孕育天地奇物的地点，布置阵法。这座阵法可以吸收天地奇物的气息，用来追踪那天地奇物。虽说天地奇物已经离开，并且没有留下什么气息，但这里好歹是孕育天地奇物的地方。天地奇物的孕育，短则也要几千年，长的话要上万年甚至几万年。所以就算故意被销毁气息，往往也会留下一些隐藏的气息。竟然消除得如此干净，这天地奇物是有意做的，还是他不会残留气息？只是阵法运转之后，楚风却是眉头紧锁。他这座阵法可不是简单的阵法，按理来说，哪怕楚风天眼捕捉不到的气息，这座阵法也能收集到一些气息。可现在竟然一丝气息都收集不到，而制作追踪符需要的气息可是极多的。这种情况下，基本上那追踪符是做不成了。最令楚风感到心灰意冷的是，那天地奇物已经大成，他甚至可以化作为人。若是连对方气息都不知道，哪怕楚风面对面也认不出对方，何谈将其捕捉？这一次，楚风真的绝望了。但楚风并未直接离开，而是取出了一物，那便是天师符尘。楚风对天师符尘并没有抱有太大期望，只是想试一试，毕竟天师符尘是想用天师符尘增强阵法的力量。可谁曾想，天师符尘刚刚拿出便剧烈颤动，那种感觉就好像猎手闻到了猎物。见此情形，楚风神色一喜，赶忙催动天师符尘。猛然间，天师符尘内便释放出磅礴的血色气焰，血色气焰化作如同凶猛的群狼，开始四下奔腾，覆盖范围之广，以楚风为中心，竟覆盖了数百万米领域。数百万米的土地面积已是极为辽阔，若从天向下观望，便可看到那大片的血红色气焰几乎覆盖了这被摧毁的大部分山脉。再加上血红色气焰本就诡异，简直就像是魔物一般。若是不明真相者看到如此诡异的一幕，可能还觉得这山脉被摧毁的罪魁祸首就是血色气焰。不过血色气焰并未持续太久，便开始收缩。收缩之后，血色气焰竟涌入楚风布置的阵法之中。很快，那毫无起色的阵法就有了反应。天师符尘竟然捕捉到了那天地奇物的气息，并且捕捉到的气息数量极为磅礴，这让楚风极为震惊。要知道，楚风好歹也是龙纹级圣袍界灵师，他对自己的界灵之术那是相当自信。更何况楚风还掌握了天眼这等力量，在使用了诸多手段都发现不到一丝气息的情况下，这天师符尘竟能捕捉到如此磅礴的气息，这自然让楚风大为吃惊。但最为吃惊的是，天师符尘是如何知道楚风的打算的？眼下
楚风虽然催动着天师浮尘，可是天师浮尘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他自己的反应，那就好像是天师浮尘是一座牢笼，牢笼内关押着一只猛兽，楚风负责的只是打开牢笼，而猛兽要做什么，楚风无法控制。天师浮尘将自己捕捉到的所有气息全部灌输到楚风的阵法之后，又加强了楚风阵法的力量，使得那座阵法的力量提升了数倍。随后天师浮尘便收回了血红色气焰，天师浮尘变得极为平静，先前那种躁动的感觉彻底消失。此物果然具有灵性，他知道我心中所想。楚风惊叹不已，看着天师浮尘，眼中更是充满了喜爱。早就知道天师浮尘的不简单，毕竟这可是天师神宗的正宗法器之一，而天师神宗为何地，那可是曾与7届圣府相抗衡的庞然大物。楚风自然知晓天师浮尘的厉害，可是之前楚风破解阵法也曾使用过天师浮尘，但效果却微乎其微，所以渐渐的楚风对天师浮尘的力量也是开始怀疑，觉得天师浮尘可能虚有其名，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般神奇。可是刚刚的一幕却让楚风重新认识到了天师浮尘的力量，此物绝对是至宝中的至宝，说其是天师神宗正宗法器绝不为过。别的不说，只说刚刚天师浮尘所展现出的力量，在楚风看来，就算牛鼻子老道在场也未必能够做得到，那是一种远超过楚风戒灵之术的力量，强大到让楚风为之惊叹的地步，强大到让楚风觉得自己的力量是如此渺小，甚至不值一提。楚风之前觉得他发现不到的东西几乎就是不存在的，可刚刚天师浮尘给楚风上了一课，让楚风知道有的时候不是他发现不到就真的不存在，而是他的力量太微弱，所以发现不到更深层次的东西而已。哪怕他被誉为戒灵天才，哪怕体内流淌着强大的戒灵师血脉之力，可楚风现在也需要知道，在戒灵之术的道路上他还处在极为弱小的阶段。谢了。楚风对天师浮尘说完此话后，这才小心翼翼将其收起，因为楚风知道若不是天师浮尘，他就真的要空手而归了。可当楚风见识到了天师浮尘的力量后，楚风便重新看到了捕捉那天地奇物的力量。也许捕捉到那天地奇物不再是楚风的空想，也许他真的可以做到，毕竟他还有天师浮尘这种级别的宝物在手。在天师浮尘的加持下，这座收集天地奇物的阵法很快成型。楚风单手捏诀，轻喝一声，那覆盖面积达几百米的阵法便收缩到了只有指甲大小的地步。楚风取出戒灵罗盘，将这阵法放置罗盘之上，这罗盘立刻转动起来，罗盘仅仅转动3圈便锁定了东南方向。虽然罗盘并不稳定，可楚风却已经知道那天地奇物大概的位置，看来离得还不是太远。楚风赶忙纵身而起，向那天地奇物的位置行去。只是楚风刚刚来到虚空之上，还未离开这座山脉，便有数道身影飞掠而来，而那些身影正是楚风之前撞见的那些如仙子一般的美女们。因为楚风并未隐藏身形，所以他们也是很快就看到了楚风。怎么又是你？起初他们可能还不确定，可随着不断靠近，他们也是确定了楚风。然而楚风却并未理会，而是想要直接离开，奈何却有一道武力墙壁凭空而现，拦住了楚风去路。那是一道至尊境的武力所化，虽说是2品至尊，但实际上却拦不住楚风。不过楚风并未直接施展手段将这武力墙壁破开，毕竟楚风知道这些女子在场之中可是有着一个实力极强的存在，那便是那个面向清纯的女子。于是楚风看向那名释放武力墙壁将自己拦住的女子，为何拦我？楚风凝声问道。我在问你，为何你会在这里？那名女子虽然长相不错，但神情却是十分刁钻，这让楚风感到厌恶，于是态度也并不好。我在这里关你何事？关我何事？先前那传送阵外有魔物屠杀武者，而你刚好出现在那里，你离开之后，我们才发现那传送阵可能受魔物力量影响，已经无法运转，传送阵内的人都被困住，短时间内都无法自传送阵内出来。而若是传送阵外有人路过，看到那番景象，也定会远远离开，不可能会靠近。可你却恰巧出现在了那里，你需要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名女子凝声问道。楚风本不知道那座传送阵法出现问题，因为他就是从那传送阵法内出来的。可楚风出来之前并未感受到任何异常。当然传送阵的力量虽说与2座传送阵都有关系，可往往出发的传送阵作用更大。楚风能顺利出来，也许是与来时的传送阵有关，毕竟那座传送阵可是牛鼻子老道做过手脚的，有着不同寻常的力量，也是正常。但这种事情显然无法与这些人解释，就算解释了，他们也不会相信。对于这种人，与其解释，撒谎的作用可能更大。刚巧路过不行吗？楚风说道。刚巧路过，好，你说传送阵那里刚巧路过也就罢了，而这片山脉刚刚又有魔物出现，并且看这样子，魔物离开的时间应该不久，可是你却又恰巧出现在了这里，难道你想说这也是巧合吗？那名女子再度问道。与此同时，在场的这些女子们，除了那名面相清纯的女子外，其他女子也都用那种审问犯人的目光盯着楚风，那种眼神就仿佛楚风只要稍微回答不慎，都会换来灭顶之灾。但楚风却并不惧怕，别看这些女子个个不凡，皆可以天才来论，可实际上除了那清纯女子外，其他人楚风还真就不放在眼里。只要那清纯女子对自己没有敌意，哪怕这些女子一起出手，楚风也是不惧。于是楚风不仅从容不迫，反而态度甚是嚣张地说道：还真就是巧合，巧合？若真是巧合，你何必做贼心虚，见到我们就要逃？那名女子再度问道。你说话不过脑子，我就算逃，我也是向反方向逃，哪有人向你们这个方向逃的？这不叫逃，这叫自投罗网。楚风说道。这就是你的手段，你就是故意这样，
你知道看到我们的时候已经逃不掉，所以才故意向我们这边飞来，就是想要让我们误以为你与此事无关。那名女子再度说道：“师姐，让她离开吧。”忽然，那名清纯女子开口了，果然与楚风猜测相同。这名清纯女子这一次没有打算为难楚风。小师妹，那名拦住楚风的女子似乎不想罢休，可那名清纯女子却说道：“师姐，她是修武者，不是魔物。就算不是魔物，她很可能也与魔物同伙的。”那名女子说道：“不会，此地的魔物与传送阵法的魔物根本不是同一个。”清纯女子说道。可是那女子仍不愿罢休，放过她吧。清纯女子则是再度开口。这一次，那名女子没有再多说什么，且解开了那拦住楚风去路的武力墙壁。看得出来，那清纯女子在这些人中还是有着一定地位的。公子，你是对魔物有其他目的，还是你是想猎杀魔物讨赏？清纯女子对楚风问道。我对魔物没有兴趣，只是碰巧都被我遇到了而已。楚风说道。不管有何目的，那都是你的事情。但公子，我劝你一句，这些魔物不是你能对付的，还是远离为妙。清纯女子显然不相信楚风说的话，她已经认定楚风是想猎杀魔物，但同时她也觉得楚风是不自量力，所以才劝楚风远离魔物。清纯女子此话说完，便向山脉飞掠了下去，但楚风的目光却还在那清纯女子身上。其实说她是女子有些不太贴切，因为她的面容看上去如少女一般稚嫩，说她是清纯少女似乎更为符合她的样子。尽管她的年龄绝对不是少女，可楚风看来她的年龄应该不大，多半比自己还要年轻，比楚风还小的年龄，却有着远在自己之上的实力，这绝对是少见的天才。这样的天才大多自负傲慢，可这名清纯少女待人竟如此平和，因此哪怕她先前对楚风出手，以威压将楚风按在地上，可楚风对少女的印象仍是颇为不错。还看，再看我把你的眼睛挖下来！忽然凌厉的咒骂响起，是那清纯少女的师姐们。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是真不知道那何许人也吗？就你这种身份也敢打他的主意，你配吗？紧接着又有几名女子纷纷开口，且看楚风的目光尽是鄙夷。他是谁？楚风问道。你还真不知道？那我告诉你，我们乃道海仙姑的弟子，而他便是当今9魂天河最强天才王玉贤。打他的主意，你就是癞蛤蟆吃天鹅肉？不，我看你连癞蛤蟆都如，你立刻滚得远一点，若再遇到你，就挖掉你的双眼。那些女子丢下这些话后，又恶狠狠地瞪了楚风一眼，随后也是追随清纯少女的身影飞落而下。王玉贤，9魂天河最强天才，怪不得会有如此力量。而楚风则是记住了那清纯少女的名字，一个年龄在自己之下，修为却在自己之上，甚至强大到楚风无法估量她具体修为的奇女子，她有资格让楚风记住。之后的楚风手握罗盘，继续追寻天地奇物的下落，一路追寻，罗盘上的方位越发准确，并且一路走来，行走之地已是越发人烟稀少，但楚风心里却越发没底。那罗盘的方位越发清晰，说明距离天地奇物越来越近，可楚风天眼始终开着，却始终看不到那天地奇物的踪迹，只能依靠罗盘去追踪。这让楚风意识到牛鼻子老道说的话不假，大成之后的天地奇物的确实力强悍，至少远在自己之上。若是继续追踪，搞不好他没有发现天地奇物，但自己却已被天地奇物发现，甚至连自己如何死的都不知道。这种情况下，楚风也是赶忙运用九龙圣袍的力量将自己隐藏起来，不仅仅运用了九龙圣袍的力量，自己还花不小的精力布置了隐藏阵法。只是哪怕已经如此，楚风心中还是没底。可就算有些担忧，可楚风还是继续前行。从一开始他就知道这是一个危险的行为，可为了牛鼻子老道，楚风不会退缩。忽然，楚风手中的罗盘闪起了光华，就在附近。看到那罗盘上的光华，楚风赶忙停住，极为谨慎地打量周围。那罗盘的光华预示着追踪之物就在附近，可自己却根本没有看到那天地奇物。楚风开始仔细打量，而在天眼之下，总算被楚风发现了一些端倪。居然有着一道隐藏的屏障，那不是结界，而是某种力量所形成的屏障，但隐藏的力量却是极强。若不是如此距离之下，若不是楚风用天眼认真观察，也根本不可能发现那隐藏屏障是天地奇物释放的力量。他在此地究竟在干嘛？是在栖息吗？楚风知道猜测没有任何意义，若想知道真相，就必须破开这隐藏的屏障。只是这屏障并非结界之力，楚风发现它已是极不容易，若想看穿它并且破开它，更是极难。这种情况下，只得再度将天师拂尘取出，希望这天师拂尘能帮自己解开难题。而令楚风欣喜的是，当天师拂尘取出后，这天师拂尘竟再度蠢蠢欲动，这感觉与先前收集那天地奇物气息时的感觉一模一样。于是楚风赶忙催动天师拂尘，果不其然，这天师拂尘立刻释放出血色气焰。只不过这一次的血色气焰与先前那几乎覆盖大半山脉的磅礴之势完全不同，这一次血色气焰非常的微弱，并且动作极其谨慎，但却也直奔那隐藏屏障而去。很快，血色气焰便与那隐藏屏障交融，一道结界门便浮现在了楚风面前。楚风透过那结界门，便可以看到另外一座景象，眼下所在之地乃是一片山脉，连绵不绝的山脉皆被绿色的植被树木所覆盖。原本楚风眼前的这座山脉也是如此，可是通过那结界门，楚风能够看到，其实真实的山脉已是另外一幅景象，那里如同经历了烈火的璀璨，所有植物都被烧毁了。楚风踏入其中之后，天师拂尘释放的血色气焰便自动收回，那结界门也随之消散。但楚风根本顾不得这么多，
他进入此地之后，直接飞往高空之上，很快便发现了那天地奇物。那天地奇物此时乃是一团黑色的气焰，那气焰覆盖面积足有1万米，虽然不停地翻腾，但因气息与地表之上未曾移动，所以楚风推测那天地奇物此时更像是在休息，又或者是在修炼。楚风运用天眼仔细观察，运用精神力仔细感应，可皆是无法确定这天的奇物的修为在何境界。这种情况下，楚风也是不敢贸然出手。然而就在楚风不知该如何是好之际，手中的天师拂尘却再度发出异动。于是楚风再度催动天师拂尘，这一次天师拂尘再度释放出血色气焰之后，楚风对着天师拂尘则是再度刮目相看。天师拂尘所释放的气焰化作复杂的纹路，而楚风一眼就看出那是一座复杂的阵法。这是一座攻杀大阵，专门克制天地奇物的攻杀大阵，毋庸置疑，这是一座极为利奥的攻杀大阵。只是布置这座攻杀大阵需要不少时间，甚至会掀起不小的动静。可就在此时，那天师拂尘所释放的血色气焰开始变得磅礴起来，竟以楚风为中心，覆盖了1万米土地。只是这一次的血色气焰却也散发着特殊的气息。这一次，楚风不仅再度眼前一亮，内心更是为之震颤起来。隐藏之力，楚风已经看出那是隐藏之力，在自己无计可施之下，天师拂尘不仅传授了楚风攻杀大阵，楚风已经看出那是隐藏之力，在自己无计可施之下，天师拂尘不仅传授了楚风攻杀大阵，更是运用自己的力量帮楚风隐藏了这片天地，为楚风提供了布置攻杀大阵的空间。有如此至宝，看来这天地奇物也是囊中之物。楚风欣喜异常，漆黑一片的焦土不仅本是翠绿一片的植物与树木被烧成了黑色的飞灰，就连大地也是变得死寂。那天地奇物本就是黑色气焰盘踞在这样的大地上，正常来说本不易发现，可偏偏他却很好发现。他盘踞在那里，虽然并未移动，可是气焰却不断蠕动。楚风不知道它的本体就是这团黑色气焰，还是说在那黑色气焰内才是天地奇物真正的本体。不过似乎也没那么重要了。楚风眼下没有再去思考这些，他在全身心的布置阵法。随着时间流逝，已经过去了足足6个时辰。6个时辰之下，楚风这座大阵已经愈发完善。而最令楚风欣喜的是，这6个时辰过后，那天地奇物竟然依旧没有移动。眼见着天地奇物还在，而自己这座大阵的所散发的力量又是如此强大，楚风那悬着的心也渐渐下落。这座阵法可不是寻常的攻杀阵法，它本身就有着与天师拂尘共同的属性，所以当这座阵乃是围绕着天师拂尘布置，阵眼的力量就是天师拂尘所释放而出。换句话说，这座阵法可能只是辅助，真正的力量乃是天师拂尘。可忽然间，一声巨响传来，顺声观望，一个巨大的缺口洞穿了那屏障，是有人运用武力轰开了屏障。仔细一看，数道白衣立于那绝大的缺口之外，正顺着缺口飞掠进来，又是他们。看到那些身影，楚风也很是意外，因为那来者不是别人，正是楚风先前见过2次的那些白衣女子们，包括那所谓的9魂天河最强天才王玉贤也是在内。楚风忽然间意识到，一切并非巧合，之前的2次相遇并非巧合，他们似乎有着能够搜索到魔物的本领，所以才会与楚风相遇。但是前2次的相遇，楚风尚且能够理解，可是这一次这个天地奇物，楚风是花费了多大力气才找到的？若不是有天师拂尘帮忙，楚风根本就不可能找得到这天地奇物。那么这些女子又是如何找到的？难道她们的身上还有着堪比天师拂尘的至宝不成？然而就在楚风思考之际，尖锐而恐怖的叫声刺破天际，磅礴的黑色气焰更是冲天起。天地奇物被王玉贤等人惊醒，已然向王玉贤发动了攻势。不过哪怕天地奇物发动攻势，王玉贤却面无惧色，只见其手臂一挥，一把银色长剑便握于手中。长剑挥动间，无数道剑气划破虚空，竟硬生生的将那迎面而来的黑色气焰斩成了2段。可那毕竟是黑色气焰，气焰被劈斩开来，又很快融合。哪怕王玉贤不断对黑色气焰发动攻势，可是黑色气焰也并未真正的遭到毁灭，只是因为王玉贤的攻势太过凌厉，黑色气焰也是无法靠近他们。但楚风却在此时能够感受得到他们的气息。武尊境，那王玉贤乃是一位武尊境高手。楚风若没有推测错，他应该是一位1品武尊。难怪之前在这丫头的威压之下，感受到了如此强大的压迫感。原来他小小年纪竟已踏入武尊境。看着那与天地奇物不分上下的王玉贤，楚风目露惊叹。尽管早就知道王玉贤实力强横，却没有想到他竟强横到了这种地步。可就在此时，王玉贤的眉心有淡淡的白色光华涌现，与此同时，一股奇异的力量也是自王玉贤的身体散发而出。仔细观望，可以看到王玉贤的身上开始引人高出一层白色光华。当那白色光华出现后，王玉贤的气息竟然再度提升。王玉贤的修为达到了2品武尊境，而一切都是源自于他的眉心。楚风能够看到，在王玉贤的眉心处有着一道类似符咒的印记，只是那印记却比寻常的符咒要精致却好看的多，似是一个花朵，但却又不是寻常的花。总之，它不仅散发着强大的气息，还隐隐间有着神圣之感。在武尊境提升修为，楚风虽然对武尊境了解不多，但根据他对修武意图的了解，越是强大的境界，想要提升修为就越是难上加难。而若想在武尊境提升修为，这绝对不是容易做到的事。只是哪怕那王玉贤修为提升，从1品武尊提升到了2品武尊的境界，他与那天地奇物的交手中，竟依旧没有占到优势。此时那天地奇物不仅发出更为恐怖的咆哮，楚风能够看到天地奇物的体积变得更为极大，
本来只有1万米的气焰，此时化作几万米，那庞大的身姿早就穿越了云端，覆盖了大片的虚空与大地。与此同时，那天地奇物的气息也是有了变化，天地奇物的力量似乎也达到了2品5尊的境界，似乎不妙啊！楚风眉头微微皱起。尽管王玉贤从一开始就展现出了他的强大，可这天的奇物从始至终都有种捉摸不透之感，那种感觉就像是，哪怕现在的天地奇物已是如此利奥的，可这也并非是他真正的实力一般。牛鼻子老道说的对，大成之后的天地奇物的确是极其可怕的存在，可怕到哪怕这王玉贤强大至此，但面对这天地奇物，多半也是凶多吉少，恐怖的声鸣响彻天的。那贯穿地表与虚空的庞然大物开始自四面八方向王玉贤发动攻势，他不再简单的从正面攻击王玉贤，而是开始攻击王玉贤的那些师姐们。此等情形下，王玉贤不得不去分神，去保护自己的那些师姐。别看那些师姐平时耀武扬威，目中无人，甚是霸道，可是面对这个天地奇物，他们根本连插手的能力都没有，从始至终只是站在王玉贤的身后，而眼下他们更是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拖油瓶。快点，再快一点！楚风不再观望，而是再度全身心的催动自己这座攻杀大阵。楚风看出来王玉贤坚持不下去了，要不了多久他就要败在这天的奇物的手中。虽然与王玉贤并我交情，但楚风对他印象不错，可能是出于天才惜天才的心情。楚风并不希望王玉贤死在这天的奇物的手中，但楚风自身能力有限，他若想救王玉贤，便只能靠这座攻杀大阵。真是越来什么越来什么，天地奇物攻势越发凶猛。王玉贤也是出现苦苦难支的模样。前辈，我们并无恶意，只是路过此地，恩师乃到海仙姑，还请前辈放条生路。眼见王玉贤不敌，便有人开口求饶，而那开口求饶的人正是先前用武力强逼拦住楚风去路的嚣张女子。结！听闻求饶之音，那天地奇物竟发出阴森的冷笑，笑声自气焰的各个部位同时传出，贯穿天地，阴森异常。我管你们什么道海仙姑，本尊听都未曾听过。本尊修炼关键之际，来打扰本尊就是死路一条，但敢扰本尊，本尊绝不会让你们死得舒舒服服。我看你们一个个长得像花一样，我就让你们丑陋致死。此话落下，那天地奇物的攻势便发生变化，天地奇物之中释放出了雨水，雨水散发着恶臭的气味，自四面八方撒向王玉贤等人。王玉贤等人皆是布置武力屏障去防御那雨水，只是奈何那雨水竟如此强力，尽管大部分被挡住，但还是有小部分穿透防御，倾撒到了王玉贤等人的身上。这魔物真是恶心，竟用如此东西玷污我们。虽被雨水沾染，可却并无痛苦。那名先前求饶的女子不知是得意还是真的觉得恶心，以极为不屑的口吻说出了这番话。而他此话一出，倒也引起关注。师姐，你……很快有人一脸恐慌的大喊起来。听闻此话，那女子也是不解，不由看向其他人，而这一看，她也是脸色大变。师妹，你们快看你们的脸！那名女子也是惊恐万分的呼喊起来。这一看不要紧，所有女子都发出了尖叫，她们浑身上下的肌肤都开始发生了变化，长出了红色的痘痘，痘痘越来越多，肌肤也发生肿胀，五官也随之变形。明明都是美人，可如今却都变成了如怪物一般丑陋的面容。小师妹，你也……很快有人看向王玉贤，而就连王玉贤也发生了变化。不过唯一不同的是，王玉贤的变化比着他们要小很多，虽然不像他们那般丑陋，可却也失去了原本的美丽容颜，同样面目全非。可王玉贤没有尖叫，甚至没时间去打量自己，他必须施展全力来进行抵挡。毕竟那天地奇物的攻势还未停止，他必须继续抵挡，否则容貌是小，他们都要死在这里。死定了，我们死定了！怎么会遇到如此魔物？连小师妹都不是他的对手。可能是女子本性，那些先前不可一世的女子们此时都开始痛哭起来。唯一一个没有哭的，竟然是年龄最小的王玉贤。喂，魔物欺负女子算何本事？可就在此时，却有一道声音响起。顺身观望，人们能够看到，距离这战场的不远处，竟然有着一道身影立于虚空之上。那身影不是别人，正是楚风。楚风终于将大阵布置完成，只是阵法若想发挥全部力量，必须将魔物引到阵法上空才行。所以楚风这才开口挑衅。是他，竟然又是他！我就说他与魔物是一伙的。果不其然，楚风挑衅的明明是魔物。可那些女子看到楚风之后，竟然纷纷出言咒骂楚风：“你们脑子真的不好使！老子明明是在救你们，赶紧到我这边来，我能救你们！”楚风大声说道：“你放屁！你绝对是与魔物一伙的，小师妹千万别信他！”然而那些女子却根本不相信楚风，反倒是那王玉贤开始改变攻势，想办法突破重围，想要到楚风这边来。终究还是有人相信楚风，而相信楚风的偏偏是楚风最欣赏的哪个，这倒也让楚风稍微欣慰了一些。只是奈何天地奇物已经占尽了优势，王玉贤竟无法突出重围，被困在了那里。魔物欺负一群女子算何本事？有本事来与本大爷斗一斗！楚风再度向魔物发出了挑衅。怎么想英雄救美？放心，你救不了他们，你也要死。等本尊收拾了他们，就来收拾你。谁成想那天地奇物根本就不受楚风挑衅影响，而是继续与王玉贤进行缠斗。就在此期间，那些女子们都发出哀嚎，表现出了痛苦的模样。王玉贤也不意外，不仅如此，他的气息也开始不断下降。那雨水的毒绝不只是改变他们面容，真正的毒性才刚刚开始发作。看来只能如此了。眼见挑衅不成，楚风也是没有办法，他实在做不到见死不救。于是楚风双手捏诀，高喝一声：“阵起！”下一刻，隐藏之力彻底解除，
磅礴的阵法涌现而出，原本被黑色气焰封锁的天地顿时光芒普照，光芒太过耀眼，宛如一轮明日在这天地之间诞生。可那却并不是金色的明日，而是血色的明日。那血色的光芒染红视线所及的一切，就连那魔物的黑色气焰都被映射得有些发红。那红色比魔物本体还要诡异数倍不止。尽管毒性发作，可到海仙姑的众弟子还是被那耀眼的阵法所吸引，将天上地下染红的阵法让他们误以为是更强的魔物出现。可仔细一看才发现，那竟是一座大阵。血红色光芒的中心是一座血红色的大阵，那涌动的结界之力不会欺骗他们。这家伙如此强力的大阵，虽对修武者没有威胁，但对魔物却有着克制作用。这样的阵法仍是叫他们大吃一惊，对楚风刮目相看，但楚风却根本没时间顾及他们看待自己的目光。此阵开启时间有限，楚风必须尽全力在有限的时间内将那天地奇物收服。猛然间，磅礴的血色气焰如火山爆发般自阵法内喷涌而出，血色气焰冲天而起，不仅气势磅礴，那姿态更是比那天地奇物还要凶猛。眨眼之间，数万米的血红色气焰覆盖天际，直奔天地奇物袭击而去。天地奇物也不是吃素的，面对楚风的阵法攻势，他并未闪躲，反而是反攻而去。眨眼之间，血色与黑色两股滔天气焰便缠斗在了一起。那已不像是修武者的斗争，两只盖世恶魔的争锋。从姿态来看，那是超越人类的力量，可偏偏那是由人操控的战斗，是楚风在催动阵法与那天地奇物大战，并且很快楚风占据了优势。凭借攻杀阵法的强大力量，那血红色的气焰化作无数只巨大的利爪，抓向天地奇物。天地奇物的黑色气焰开始被抓得分崩瓦解，且发出阵阵惨叫。他的攻势竟然有效！王玉贤强忍着席卷体内的毒性，始终注视着虚空的战斗。他先前的攻势也曾将黑色气焰分裂的气焰却很快恢复。他的攻势无法对那魔物造成实质性的伤害，但眼下在楚风那阵法的攻势下，黑色气焰只要破裂便无法恢复，就连天地奇物发出的咆哮也变成了阵阵哀嚎，尽显痛苦。你这小鬼，本尊与你没完！天地奇物发出一声震荡天地的怒吼，紧接着一道黑色流光自磅礴的黑色气焰之中掠出，以极快的速度向远处飞掠而去。那黑色流光体积极小，也就是几米的大小，与黑色气焰磅礴的体积相比，简直如尘埃一般渺小。但楚风还是注意到了，那才是天地奇物的本体。磅礴的黑色气焰不过是力量所化，此时那极小的黑色流光才是黑色气焰本体。楚风仔细观察，能够发现黑色流光虽也是黑色力量组成，看不出具体形态，可上面却有一双血红色的眼眸，那必然就是天地能量本体。想逃，楚风自然不会让其逃脱，开始催动攻杀大阵进行阻拦。血色气焰速度更快，不仅追赶而上，更是在楚风的催动下化作牢笼，自四面八方将那天地奇物封锁，且不断向其发动攻势。好强的阵法掌控力！见此情形，王玉贤对楚风也是刮目相看。这阵法虽是针对天地奇物的阵法，可也是一座极为利奥的阵法。越是厉害的阵法，驾驭起来越是极难。可这座阵法的力量，楚风却能如此随心所以的进行催动，这让他意识到，楚风必然是一位了不起的界灵师。只不过，虽说楚风的封锁起了作用，可楚风的攻势却无法奈何那天地奇物的本体。天地奇物的本体比那磅礴的黑色气焰要强大得多，在天地奇物本体的冲撞与挣扎之下，楚风也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宛如那大阵的封锁随时都会被天地奇物冲破一般。那天地奇物的本体比楚风所想还要强横，这样下去不行。楚风暗叫不好，这阵法的力量终究有限，距离越远，力量越弱，时间越久，力量越弱。而现在就是这样的局面。随着时间推移，楚风开始感到吃力，他也能感觉到阵法的力量正在消失殆尽，继续拖下去无会是鱼死网破，遭殃的只有楚风他们。猛然间，轰鸣炸响，那封锁了天地的血色气焰，其中一道墙壁被冲得四分五裂，天地奇物的本体化作黑色流光向远处逃遁而去，眨眼间便消失在了远处的天际。逃了，最终还是被那天地奇物逃走了。天地奇物逃脱之后，楚风也是赶忙将阵法解除，且收回了阵法之中的天师浮尘。这阵法被楚风开启之后，对楚风的消耗极大。既然眼下天地奇物已逃，楚风便没有让这阵法继续消耗自己的理由。他看向不远处，那已经纷纷落在地上，满面痛苦的到海仙姑众弟子们。楚风心中有气，若不是因为他们，楚风就不会强行催动阵法。若不强行催动阵法，也许那天地奇物已经被自己成功捕获。当然，也只是也许。从刚刚的交手，楚风也是意识到天地奇物比他预想的还要强大。就算天地奇物刚刚上当，来到阵法近前，使得楚风的攻杀大阵能够发挥出最大的威力，但楚风也没有绝对把握就能将天地奇物的本体捕捉。虽不知是何原因，但先前那天地奇物其实是不想与楚风鱼死网破的，否则刚刚的交手，楚风多半是要输的。毕竟楚风的大阵时间有限，无法长时间的使用，但那天地奇物本体的力量却仍有未展全力的可能。再想一想，虽有救人之心，但那也是楚风自己的决定。楚风觉得不该将这种气怪罪到这些女子身上。再看到那些女子，此时一个个面容丑陋，满脸痛苦，原本迷人的容颜化作了如怪物一般的模样。楚风也是有些于心不忍，尤其是对那王玉贤，毕竟这王玉贤相比于他那些刁蛮的师姐们，还是有些与众不同。于是楚风并未计较，收起天师浮尘后，便带着那名女子离开了此地。楚风也怕，他害怕天地奇物又杀回来，
如今没了攻杀大阵，那天地奇物若是杀回来，那不仅这些女子要死，楚风自己也别想活。直到来到了一处楚风觉得安全的地方后，楚风才停下身来。可是这一停下，楚风就好像是泄了气的皮球，不仅扑通一声趴在地上，还不断干呕，但呕吐出来的却是黏糊糊的黑色血液。每呕出一些黑色的血液，楚风都会虚弱不少。很快，楚风整个人就像是得了重病一般，他那撕心裂肺的咳嗽声入耳之后，更是让人心生怜悯。原本王玉贤等人被毒性折磨的已经是无法顾及其他事情，但还是被楚风此时的状态所吸引。因为眼下的楚风可是极不乐观，不仅脸色惨白，气息也是变得极其微弱，甚至连身体都在发抖。公子，你这是怎么了？难道说是那阵法所致？王玉贤很聪明，他很快就猜测出楚风这个样子乃是催动刚刚的攻杀大阵付出的代价。而他猜对了，虽说那攻杀大阵威力极强，差点就将天地奇物击败，可是楚风催动他却也付出了极大代价，这也是楚风无法拦住天地奇物的原因。他已经是极限了，若继续勉强，他可能会死。我没事。楚风说话间站起身来，他勉强调整状态，开始释放结界之力，布置阵法，为王玉贤等人驱毒。那天地奇物的毒很特殊，虽说王玉贤等人已经各自服下了解毒丹药，但效果微乎其微。楚风知道，他若不出手帮助他们，他们必然会死。而在楚风的帮助之下，王玉贤等人终于不再被毒性所折磨，虽然容颜没有恢复，就连修为也近乎暂时性的丧失，可至少没有痛苦。但楚风却是昏死了过去。昏死过去的楚风宛如油尽灯枯之人，若不是还有一丝气息，怕是一眼看去，人们都会觉得这是一个已经死去了多日的死人。师姐，你们现在还觉得他与那魔物是同伙吗？王玉贤问向了那些师姐们，那些师姐们皆不言语。事到如今，他们不仅知道自己错了，是他们错怪了楚风，因此再度看向，竟无法直视楚风，因为他们心中尽是惭愧。他们都知道，刚刚若不是楚风出手，他们刚刚都要死。是他们所看不起的楚风救了他们所有人一命，包括那个被他们师尊视若珍宝的小师妹王玉贤的命。我刚刚有观察，这公子催动的阵法威力虽强，可距离越远，威力便会减弱。我若没有猜错，那阵法是他强行催动的。他先前故意挑衅魔物，是想让魔物靠近，再催动阵法，那个时候必然能让阵法发挥出更大威力。这就是他叫我们去他身边的原因。只因我无力挣脱那魔物的束缚，他才强行出手。他强行出手，乃是为了救我们，而我们与他萍水相逢，甚至之前对他还有得罪。他大可以不在乎我们的死活，但就是一个如此心善之人，我们却错怪了他。王玉贤再度开口，他的话语之中有着对师姐们的埋怨，但其实也有着浓浓的惭愧。他的师姐们惭愧，他又何尝不是？此时那些女弟子们不仅惭愧，更是有人纷纷自乾坤袋内取出丹药。小师妹，这丹药对这公子的伤势会有缓解吗？手握丹药，并未擅自给楚风服下，而是问向王玉贤。虽说王玉贤是他们之中年龄最小的，可实际上王玉贤却是他们的主心骨，无论是实力、能力还是见识，王玉贤都要在他们之上。没用的，这位公子刚刚自己已经服下了丹药，他服下的丹药也是极好的，只是他伤势太重，绝非丹药可治。王玉贤说道，我们要想想办法，这公子是为救我们才会变成这般，他刚刚已经油尽灯枯，却还是为了救我们而再度施展结界之术，我们必须帮他才行，我们绝不能让他这样死去。这些先前高傲自负的女子们此时竟纷纷说出这番话，倒也看得出来，其实他们本性不坏，若不是误会的话，其实他们也还算明事理，至少有良心。飞花斋就在附近，我们去飞花斋。王玉贤说道，对，飞花斋离得不远，我们去飞花斋。飞花斋掌教乃是一位领悟了龙变之感第6重的界灵大师，他一定可以救这位公子。决定之后，他们便立刻起身，只是他们因毒性所致，修为皆是暂时性丧失。如今除了王玉贤，还有一些力气能够御空2行外，其他人几乎与普通人无异，所以他们一路走来速度极慢，并且王玉贤极其虚弱，哪怕这仅存的一点点修为，也不知道能坚持多久。幸运的是，那飞花斋距离此地当真不远，所以耗费一番力气后，他们终于来到了飞花斋的门下。看到飞花斋，那些女弟子们也终于是面露笑容。他们之前只担心无法顺利抵达这里，但只要抵达了，他们就放心了。他们并不担心飞花斋是否会出手相助这件事，因为在他们看来，只要他们来到此地，甚至无需开口，飞花斋都会全力帮忙，不因别的，只因他们的师尊仙海道姑。仙海道姑修为高深莫测，乃是一位隐士高人，虽是隐士，但他的威名在整个九魂天河都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正因为实力太过强大，道海仙姑虽不与任何人联盟，可却有着大把的人想与道海仙姑有关系，其中飞花斋绝对是众多势力以及众多修武高手之中最为执着也最为用心的。在飞花斋的努力之下，他们与道海的关系倒也是优于其他势力和修武者。如今的飞花斋乃是为数不多可以自由出入道海领域的势力。当然，飞花斋与道海说是盟友谈不上，若是说飞花斋乃是道海的附属势力也不稳妥，但若是说道海乃是飞花斋一直想攀附的势力，是拍马屁的对象，似乎更为贴切。所以在飞花斋眼中，道海仙姑的这些弟子那也都是讨好的对象。之前多次邀请这些仙女都不来，如今有难来此，飞花斋又岂有不帮之理？哪来的丑八怪也敢到我飞花斋门下？可谁曾想，尴尬的一幕发生了。王玉贤等人还未靠近飞花斋的门下，便遭到了飞花斋看门弟子的呵斥。被飞花斋弟子如此呵斥，虽说众道海仙姑弟子心中皆有不爽，可是他们却也没有多说什么，毕竟如今他们容貌已毁，
长相着实有些吓人。对方呵斥他们，虽然心中不爽，但其实也并非不能理解。你们仔细看看，这是什么？王玉贤并未说话，倒是其他几位师姐纷纷取出了令牌。那令牌不仅十分精致，亮出之时更是光芒涌现，如同至宝一般耀眼。那正是道海仙姑弟子的专属令牌，是身份的象征。你们是怎么拿到这令牌的？看到那令牌，飞花斋的弟子也是脸色大变。身为飞花斋的弟子，岂会不认识到海仙姑弟子的贴身令牌？此时，不仅先前呵斥的弟子吓到了，还有人立刻向飞花斋内跑去，应该是向更强的人去通报了。